房市大小是余放金额破80亿，法拍潮要来了吗？这个是余放比银行局每个月都会公布的余放比这个数字，反正就呆账先说结论，以现在台湾的银行的保守程度，你台湾要再遭遇一次法拍潮，困难度超级之高，超级高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市满意度达80%，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余放金额破80亿，法拍潮要来了吗？也有人念预放反正我就念余啦，逾期的余嘛这时候我们来聊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捡便宜房梦碎，专家翻数据，法拍潮爆发率非常低，2月房贷余放比仅0.08%，这叫百分比0.08%你要不要算一下？这是0.008%，这是8%，换句话说是1万间里头才8间法拍大家也蛮猛的啊！这买房子的人1万笔房贷放上去，8间有状况而已。你看看这个银行在审核严不严格，跟我们台湾的人民中产阶级在买房子，你看我们大家都缴出来蛮屌的你想说你一个废的同事买了一间房子，没关系，他以后就缴不出来了，他工作那个娘样的，他缴出来他就不是1/1000%，1/1000%的几率你要去赌到那运气还是要绝对的倍才有办法做到，所以法拍真的是数量极端稀少。那内容是这样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国泰房贷单月余放金额连续12个月突破80亿元，听起来好像很多那你知道母数是多少吗？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本国银行1月底建筑贷款及房贷余额合计15兆4595亿，启动房贷余额为11兆5500亿，它母数是11兆呢，然后现在是80亿呢，分子是80亿呢，你看差那么多，所以除下来实际余放比0.08%，非常小的数字。我给你另一个对比的数字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国银授信整体余放比 0.15%， 国银授信，这讲是包含各种贷款包含房贷还有信贷、信用贷款、无担保品的，还有车贷，尤其这个车贷我等一下讲一下然后信用卡费等等，还有公司贷款全部都凑在一起余放比是 0.15%， 然后房贷的余放比只有它的一半多一点，所以现在大家在说那种等新青安宽限期到了以后会一堆人缴不出房贷，然后整个房市会被爆破，我跟你讲它就不会发生，我们看数字它就不会发生。而且大家那么傻这个到时候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放着让它被法拍，我不会卖我不会转贷所以要爆破的话是什么会先被爆破？我未看先猜，我个人认为是车贷车贷余放比。车贷是这样不是有一大堆89整天在那边全贷全贷强力过件，对不对？89那边强力过件，他现在打2份工，怎样有没的，晚上全家大业，然后白天的话再跑外送，这样他也去买一台双 B 来开强力过件贷款条件极端的烂，就还让他什么全贷 C300 加油加300什么有了没的。再来你要知道余放比 0.08%， 这很严重吗？我们也来讲一下余放比 0.08% 这个数字到底大不大。来，你看这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大概讲一下这张图统计是从2007年的 Q3， 很早快20年前到2026年2月的房贷的余放比，然后最高点是2007年的 Q3。请问2007年 Q3 发生什么事？美国次贷风暴，然后就直接引爆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跟2008的叫全球金融危机那个无薪假就那时候跑出来的嘛这种全球性的危机才造成了台湾有史以来最高的余放比，叫做 1.62%， 看起来好像很严重来，你看这篇新闻，美国第4季家庭贷款违约率升至 4.8%， 低收入族群违约明显。你没看错，台湾在经济最差、房价最有机会整个崩盘的情况之下，余放比最高的数字是现在美国人的1/3，资优生到爆，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啊？这太保守了吧？所以说美国的金融业的人士来看我们台湾的银行他会觉得说你在冲他已经讲英文了他说数字控成这样，这太严格了这表示你有很多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呆账不是完全不能有呆账可以有，我们抓个比例就好了就没有要控到 0.多的，你们银行这样怎么赚钱？美国人激进的看法一定是这样子看会觉得我们银行到底在干嘛？有太多那种该赚的钱没赚到手，我可以容忍你看现在他们的民众的贷款逾期4.8% 呢，快5%呢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银行根本不想让你变成坏账哦。然后我讲一个很多人会误会的事情，就是觉得说你只要缴不出来房贷，银行会立刻翻脸不认人，雨天收伞，立刻这样抽身就走，直接就告你、查封你、拍卖你的房子。其实不会，通常不会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你就懂了。假设你跟银行借1000万，然后缴不出来，此时银行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要协商，好，银行会跟你谈啊，让你展期或降低月付，甚至让你先缴利息就好。只要你有解决的诚意，银行会想办法去帮你的。因为承办他也不想被定啊，这个款像雨琦当初他妈谁放了出来解释一下，他也不想嘛。然后协商，你态度良好，可配合啊，就这样了嘛。然后第2条路才是法拍，而且法拍之前还有银拍，你知道吗？银拍屋是个非常低调、非常就懂行的人在玩的市场，银拍很屌啊，真的很屌。因为我看过银拍屋的房子，哇，好好哦，超好的。第2条路就银行最不想走的也是法拍这条路银行把你的房子送上法院去拍卖流程要跑6个月以上啊，然后也不一定能够拿回他当初贷给你的钱。然后我补充一下法拍的流程你会知道说，除非你真的摆烂给他摆到底，不然你要走到法拍还真是颇有难度首先就是迟缴的前2个月，银行会开始催缴。有没有接过银行电话？我还真的有不是说我快不行了还是什么，是我忘记在里面放足够的钱。我每次都是放，然后一放1年，然后我就忘了嘛，还要打来叫我补。我说这会影响我信用，没啦，就这样。之后的房贷也是好好的那迟缴的第3个月，银行会寄存证信函；迟缴的第6个月，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会去查封你的房子。迟缴的第9个月，房子进行法拍及清算，此时叫做一拍。那没有人在拍一拍的啦那大概就2拍3拍然后才会拍掉。所以你真的要走到法拍这一步，这个流程银行自己都抓自己都抓1年那如果你未来真的不幸遇到资金问题，我最建议的还是你就去找当初放给你的银行去协商那银行才会有机会帮你。你不要是因为东凑西凑到民间借款弄到爆的，结果当初你觉得压力很，你也不用到爆你觉得压力很大，你就打给银行说我那个缴款压力有点大最近那个美伊战争影响到我了，理由看你怎么说嘛。美伊战争影响到我了啊，怎样，那银行说不然我们做一个宽限期给你，真的可以这样这我以前也讲过那个房贷办下去不是永远都不能调我们做一个宽限期给你你本金还是要缴你有缴他们才好做事情。所以他大概就是叫你缴本金1/2或本金1/3，叫你行不行然后怎样，反正他就跟你协商，他可能银行在这一阵子的利息会调了，然后帮你做半年行不行？你说半年可能还周转不过来，那帮你做1年行不行？或帮你做一些很七零八碎的数字，反正就是银行会帮你银行不想要眼睁睁的看着客户在他手上爆掉，然后他又怎样？他的大主管被叫去央行喝咖啡，总之就是这样。当然是最好不要去走到这一步才对。而且在发生重大的国家急难的时候，银行保你，你知道吗？股票就是拎到一代机那个房地产的话，像疫情每周要讲疫情，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群组里面的传就是什么房贷疫情的时候可以去调整调整成反正就房贷的利息会帮你往下调，政府跟大家一起共体时间他也知道疫情会影响很多人的收入反正房贷的利息会往下调，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求助专线之类的，大概就是讲说你就打嘛，打了之后你就跟他聊嘛，然后聊说看怎么样，他帮你度过这个难关都不是民间业者，政府主动去办的好，我就看到这个说那这个要怎么申请？房贷变便宜有什么不好？然后刚好我上班的这个楼下对面走过去就是那时候我的房贷办在彰化银行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去去了之后我就说我有看到这个东西，那时候已经没有封城了，封城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已经就是戴口罩上下班了。我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要怎么申请？然后那个柜台看一看这不用申请，这我们自动会帮你做。我靠，银行保你还有自动的就这样所以房地产你看多稳，政府在保你然后银行在保你他也不想要你爆掉，就这样所以我非常推荐保守之人，你就做保守房地产就可以了。反观股票，对不对？股票真的是杀掉的人，真实物理上的杀掉的人真的是比房子多太多。讲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房贷余放金额超过80亿元的新闻，看起来很恐怖，不好意思，你去看一下它分母多少，是造的所以很多朋友在那边担心房子会因此爆发法拍潮，然后有一些空方就见猎心喜，你看法拍不是这样我从实际的数据去帮你做分析，现在房贷
的余放比 0.08%， 1万间才有8间被法拍。而且你再说了，法拍的果是房贷缴不出来，没错哦，但是它因是什么？因是不是一定都是这种什么什么性相关系到了吗？我跟你讲不是哦，它最常出现的是做生意，对不对？开了一间健康水煮便当，然后经营就不善，然后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导致最后还不出来。所以你本人不要乱搞都是 OK 的。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说，虽然大家看起来叫做房贷还不出来被法拍哦，还有另一个哦，就是故意被法拍，然后来破什么军宅啊，然后国宅啊，不得5年买卖等等的高级操作，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好，总之就是房贷，台湾你房子要被法拍真的是有点困难的事情。现在房贷的余放比只有 0.08%， 比整体授信余放比 0.15% 的趴数都还要低1倍，远低于金融危机时期的 1.62%。相信我，那个美国的金融家看到台湾说啊 1.62 余放比例会紧张，你写哦，你看我们美国 5% 头好壮壮，马照跑舞照跳哦，然后跟他们美国比又超级之低。美国现在也不是什么金融危机，甚至是什么什么史上经济最好哦的时候是 4.8 呢，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太去担心这个问题。结论就是，无论从数据上或是从银行的态度上来看，法拍在台湾真的都很难发生，不需要太过担心。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情况才会出现法拍潮？台股大爆炸，从3万点直接摔到1万点哦。我说真的，要是这样摔，我也要进去买。选项 B， 川普放话要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选项 C， 台湾出现超严重大地震。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哦，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有一个90年代的法拍潮啦，但是这个一讲又要单开一集对，我先讲一点轻松自在的小八卦就好了我听过一个说法，我问前辈你有没有做法拍他说不会我说为什么？他说法拍是这样，就是你看那个房子的主人住到被法拍，所以那个房子气运不好，它会影响人的运势。他说我们买法拍就是要买便宜，继续看现在法拍的成交哪里便宜了。然后法拍的广告也蛮鸡贼的当然不是法院那边广告当然是民间业者在广告，他会直接写3拍，这明明就1拍，他就直接写3拍的价钱，让你来看说我靠怎么会便宜现在法拍大概在2拍就会被抢走了结果你算一算怎么跟市价差不多甚至比市价还高一点。比市价高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的贷款不会像我们民间自己在买那么有优势我们买法拍我们在买什么？买便宜现在买法拍不便宜，我们买个屁就这样。就说气不好的房子你看有没有道理？我怎么听起来我会觉得有点道理，就像房子里面有人意外过世，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房子不好嘛，其实关那个房子什么事，对不对？那时候法拍气不好那你还去买，你还去住那你就会被影响有这种说法好，然后再补一个八卦，我观众里头有一位会员朋友是法拍哥呢法拍哥你看到这一集就我没有要讲什么你放心就法拍哥而且法拍哥他专做不点交，很凶很猛然后就聊天就很兴奋因为你知道吗？他就分享他的专业，分享他的热爱。我的判断是那是热爱就是他一直讲，然后最后说我找一折我带你去做法拍。我想说不点交你都怎么处理？我们听到法拍就觉得麻烦，就那个不点交嘛。他说不要紧啊，这是高用呢。我靠，这句话不要紧，这是高用，意味深长。我是不敢的，所以我没答应。
我还是认为说市场中那么多中古屋板板正正的哦，然后交易的安全哦，有房仲哦，有代书来帮你审核。房仲最近哦这个形象不太好，因为太多房仲乱七八糟的事情，但你有代书啊哦。就这样哦，他有帮你监督交易安全，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实在是没什么理由我需要去做那个法拍啊。你也不要来问我认识那个法拍哥哦，我那时候就想说魔力来谁家哦，这个节目换你来拍哦，我邀请他上我的节目来拍这个法拍，他坚决不要。他说他很低调，是看我影片看很久了才来私下聊天，因为他也找不到人聊天，你知道，他没有要跟外人打交道。好哦，我说你贷款怎么弄？他说他都不贷款了，反正就是准备一笔钱，然后就有法拍房就直接上了，就没有在那边还要跑贷款都没有了没的。那后面的财务操作再去操作，就这样。人家为什么能做这个？他有办法处理不点交，我没办法啊，就这样。所以我赚不到法拍的钱，那就赚不到，赚不到没关系啊，这就是我的命。我可不想要因为做法拍哦，然后晚上这个睡不着啊，吃不好睡不着，然后甚至要搞到身上有背好几条前科。